雪儿，你来了。武神阁之主的声音温和而有力。五大神阁的危机已解，神器联盟再也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宁。吴雪眉头微皱，回忆起在丹神塔收到的消息，疑惑道：可是我们在丹神塔的时候不是得到了神奇联盟突袭的讯息吗？他们怎么全军覆没？武神阁之主面露凝重，缓缓道：就在不久之前，一道纯净无垢的光柱自天而降，犹如一道奇迹之光，刹那间神器联盟的所有人便灰飞烟灭，不复存在。四周的空气似乎为之一凝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威严的身影上，等待着更多的解释。然而武神阁之主只是沉默，似乎在追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。吴雪的心中虽然充满了疑惑，一道纯净光柱瞬间击杀了所有神器联盟的强者，包括三大神君和九大副盟主。噗！然而也就在这时，吴雪竟是一口鲜血喷出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浩瀚力量所反噬了一般，她的神识瞬间被吞噬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嘴角残留的鲜血显得格外刺目，她的眼神空洞，仿佛失去了魂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深切的不解。雪儿，武神阁之主的眼中也闪过一丝不安，他的呼喊中充满了担忧。周围的人群也开始骚动起来，他们的目光在投射在吴雪的身上，怎么好端端的就吐血了呢？萧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，身影瞬间消失原地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吴雪那即将要瘫软下来的郊区。萧炎的手紧紧握住吴雪的腰间，他的手指微微颤抖，眼中的担忧与惊慌凝成了一股实质化的力量。吴雪二小姐。周围的众人如同潮水一般涌来，他们的呼喊声在这片天地回荡，却无法唤醒已经昏迷中的吴雪。武神之主的声音带着颤抖，那是父亲对女儿的深切忧虑。孽神长老也是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仿佛下一秒就要失去他最得意的弟子。他们的焦虑如同一双无形的手，紧紧揪住了在场每个人的心。吴雪的身体在萧炎的怀抱中微微颤抖，他的神识仿佛被无形的浩瀚黑洞一口吞没，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他都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声的世界。他的面容宁静而又痛苦，就像是在梦境中挣扎，却始终无法触及醒来的边缘。萧炎的眼神坚定而温柔，他能感受到吴雪的生命力正在迅速流逝。他紧紧抱着她，手掌心中出现一道紫色的火焰，试图用灭世神火的温度和力量去唤醒吴雪。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，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而不安。时间在这一刻变得异常缓慢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绝望和希望，不停地在交替。萧炎的目光坚定地凝视着吴雪，仿佛要穿透她的体内深处，换回那一线生机。然而吴雪依旧没有回应，只有那被风轻轻吹散的血迹。片刻之后，随着灭世神火的注入，吴雪的身体似乎也有了温度，这让萧炎以及众人都感到激动。见到有所效果，萧炎便是加大对灭世神火的注入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收回了灭神神火。吴雪的气息暂时也都稳定了下来。此时孽神斩老便是来到了吴雪的面前，蹲身下去，远转起半道神力，开始在吴雪的体内扫荡，但他的眼神依旧非常的凝重。雪儿的气息虽然暂时稳定了，可是她的魂似乎受到了某种庞大力量的冲击反噬，情况好像不容乐观。闻言，武神阁之主带着恳求的语气对着孽神斩老有些激动的道：孽神斩老，求你一定要救雪儿。一脸无奈的孽神斩老摇摇头，唉声叹气了一声，喃喃道：只能先把雪儿带回丹神塔，请塔主大人给他看看这种情况是否还可以救治了。所有人祈祷和希望都投在了丹神塔塔主的身上，因为他是诸神万界的第一炼药师，传说中的九品药神，一定会有办法救治吴雪的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就先将雪儿带回丹神塔，交给塔主大人看看。孽神斩老的脸上也带着一丝沧桑，轻叹一声，袖袍轻轻一挥，一股淡淡的神力包裹着他，犹如薄雾缠绕。萧炎扶着吴雪，双眉紧锁，眼中流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难受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像是在告慰，又像是在给自己打气。武神前辈，请相信师父的大能，我想师父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武神阁之主的双眼泛着泪光，却依然保持着一丝坚强，沉声道：那就拜托你们了，我相信雪儿会在丹神塔得到最好的照料。就在这一刻，孽神斩老深吸一口气，双手合十，一股浓郁的半道神力波动自其体内涌出，空间在他周围开始扭曲，仿佛被一张无形的大手撕扯开来，透出另一端的光景。他轻喝一声，这股半道神力化作一道光芒，将萧炎和吴雪笼罩其中。随着空间的波动，三人身影渐渐模糊，最终消失在原地，只留下空气中淡淡的神力余韵。武神阁之主凝视着三人消失的空地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唯有等待，等待那个他所期盼的好消息。爹，妹妹不会有事的。此时，作为吴雪的姐姐舞姬来到了武神阁之主的身边，脸上同样挂着担忧之色，但还是安慰着自己的父亲。师
是啊，吴雪妹妹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的，一切交给丹神塔吧。武神阁的第一天，焦藏青青，他的话语如同一片水乡的韵律，悠长而又深沉。武神之主，你的二女儿怎么好端端的就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？难道在空间传送中受到了空间风暴的冲击？这时，其余的4大神阁之主都带着一脸疑惑的情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与刚刚的纯净光柱有关系，只感觉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了。对于吴雪突然的受伤，让他们都感到无比的不解，仿佛这是永远解不开的谜一般。神奇联盟天都，在深处的虚无区域，这里充斥着黑暗，黑暗如同实质般弥漫，无形的压力让人心神紧绷。然而，在这片黑暗的中心处，一团幽紫色的光芒静静地闪烁着，仿佛永恒的灯塔，指引着迷途的灵魂。光芒的中心被无数黑色锁链交错缠绕，它们如同掌控命运的手指，试图将其中的神秘之物永远禁锢在于无尽的暗影之中。环绕着那神秘之物的黑链，每一条都仿佛由黑暗凝结而成，它们在空中缓缓游动，时而紧绷，时而放松，伴随着链条的颤动，空气中似乎都带上了轻微的叮咚声。这些锁链不仅禁锢着那神秘之物，更封锁着那强大的复活力量，那是可以让已逝的灵魂重获新生的力量。尽管四周充斥着压迫感与束缚，但那神秘之物本身却散发着一种生命的气息。这股气息在黑暗中蔓延，逐渐凝聚成一种近乎实体的氛围，让空间中的黑暗元素都不得不退避三舍。在这一刻，那被禁锢的神秘之物似乎在诉说着一个被遗忘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轮回。而那神秘之物如同古老传说，横亘在时间的长河之中，它静默无声，却蕴含着改变命运的力量。盘面雕刻着错综复杂的符文，每一笔一画都仿佛蕴含着深邃的哲理，在黑暗中流转着诡异的光芒。这些符文仿佛具有生命，它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，时而如流水般柔和，时而如风暴般狂野。古铜色的材质在岁月的侵蚀下显得斑驳而又不失庄严，四周缠绕着似真似幻的迷雾，使人无法窥见其全貌。那整个神秘之物所散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气场，那是属于不同于神力的气息，不管有任何之物在这里，都能够重新的复活过来。不过首先都需要与这神秘之物达成契约，不然就无法在这里重生。只有与这神秘之物达成契约，就能够获得它的众生之能。突然，在这黑暗的虚无中，黑色锁链开始疯狂地颤动，相互撞击出一阵阵刺耳的金属交响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又压抑的气息，仿佛即将有什么超乎想象的事物发生。那被禁锢的神秘之物随着黑色锁链的异动，那样貌开始逐渐的清晰起来。远远看去，那是一个古老而充满诡异符文的骨盘，而那骨盘正是神器联盟的轮回盘。轮回盘上光芒四射，耀眼至极，宛如日光突破黑暗，预示着众生的希望。光芒之中似乎有着无形的力量在波动，那是生命之轮的呼唤，是轮回盘赐予的第二次机会。这束强光宛如晨曦中的露水，清新且充满了生机，又似逝者复苏的灵魂，强烈且不可抗拒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空气仿佛凝固，每一粒尘埃都似乎在为这一刻的奇迹祈祷，等待着那众生力量的觉醒。轮回盘随着重生力量的觉醒，竟是开始转动起来，每一次的转动便是传荡出滴答滴答的旋律之声。很快，那强光之中似乎有着生命的律动，随着光芒的逐渐强烈，终于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，光芒达到了顶点。这片黑暗中的空气仿佛被压缩到了极限，突然间爆发出一股无形的冲击波，将四周的黑色锁链震得粉碎。随着光芒的消失，黑暗再次笼罩这片虚无，全新的生命气息弥漫开来，预示着这一次的轮回即将结束。黑暗虚无中仿佛混沌初开，一抹抹幽光悄然绽放，重生的那些无数身影逐渐的开始浮现而出，如同星辰破晓，一点点在空旷的虚无中显现轮廓。他们的出现似乎让这片虚无空间都鲜活了起来，充斥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与强大的压迫。九大副盟主身披豪华的金袍，重生之后，他们散发着更加强大的气息。三大神君则更显得深不可测，他们的眼神中透着一丝沧桑和睿智，仿佛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。而天军神战队的队员们，每一个都是英姿飒爽，战意盎然，他们的目光锐利如刀，似乎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。突然间，一阵生命气息的波动荡漾开去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同一处虚空。一个轮廓渐渐清晰，那是轮回盘的所在，它静静地悬浮在那里，散发着柔和而又神秘的光芒。轮回盘上古老而复杂的符文缓缓旋转，它们像是拥有生命，跳动着，呼应着每一个众生者的呼吸。终于，我们重生了。一道久违之音从其副盟主的口中传荡出来，那道声音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死过一次，这一次要不是有轮回盘赋予的二次生命，恐怕他们早已经陨落。他们的目光变得无比的坚定，仿佛已经做好了再次面对命运挑战的准备。感谢轮回盘，我们有了重生的机会。天龙大神君轻声说道，
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和狠戾。在他们这些众生者稍稍平定了激动的情绪后，九大副盟主等人刚想再次开口时，这里的黑暗被一双魔手撕裂开，一道裂缝陡然出现，在那深邃不见底的漩涡中心，一尊高大的魔影缓缓浮现，面容阴沉如深渊，一双赤红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人心的恐惧。魔影环顾四周，目光盯着刚刚重生的九大副盟主身上，魔影的气息强大而令人恐惧，仿佛就是黑暗深渊中原本的物质，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成霜。旋即，高大的魔影低沉声音回荡在这片无尽的黑暗中。虚空涅槃珠拿回来了吗？魔影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，每个字都像是沉重的锤击，激荡起一阵阵无形的波澜。他的话语中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无尽魔威，带着一股无形的力量弥漫，哪怕是光线似乎也在扭曲，试图逃离这个被魔影占据的空间。禀报魔神大人，虚空涅槃珠碎片，我们没有得手。九大副盟主拱手低头的微颤道。什么？魔神震怒，周围的空间竟是瞬间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所压缩，崩碎而去。